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胡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们俩在一起半年了，他没有一天是对我和和气气的，永远是一副爱搭不理的状态，真的很伤人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他越是关心我，我越想逃。他对我的好，对我来说都是负担。他前男友一直是我们俩感情上的一个坎儿，现在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我们这段感情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杨先生20岁，来自河南学生，有请小杨。黄女士21岁，来自河南学生，有请小黄。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你好，是大学同学吗？对，大学同学，现在是大二。大二。对。啊，大一就开始了是吧？对，我们是大一认识的。怎么今儿都这情绪啊？今年主要是我要来这边的，因为我们在一起才半年，但是我们的问题很多。哦。我最不能接受的他一个问题是，在最开始我们刚接触的时候不太熟悉，他给我的感觉，给所有大家朋友们的感觉都是乐观开朗、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女孩。啊。可是当我真正的跟她谈恋爱、跟她在一起以后，我发现她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。他总喜欢把自己藏起来，就是喜欢独处。然后呢，就只要他心情不好或者生气什么的，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他。人家想自己独处一下，没什么不好啊。你总是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几千条，我回都回不过来。我觉得我头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几千条。对，他从早上到晚上不停地在问我在哪儿，在干什么。而且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的室友都已经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我不回他消息，晚上就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很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。我承认我的确没什么安全感，但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我就喜欢想跟你聊天，就是正是因为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才会想要一直知道你的消息。你不回我的话，我就会想很多呀。你为什么总是猜疑我呢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就在寝室啊。你要是不曾经有那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会猜疑你吗？我是什么事儿啊？说的这么邪乎。有一回他们宿舍6个室友，女生嘛，他们想要去 KTV， 他告诉我说非得就是半夜去。然后我想6个女孩长得又这么好看，半夜去肯定不安全。我当时就直接心里想着说，那咱能不能不要跟他们一起去？你当时跟我说的是，我不能去，你没有问我，你没有争取我的意见。那我就算说不能去，那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后来呢？我跟他说，咱不去吧。他答应我，答应的可好。他说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去，你突然跟我说我不能去，我能高兴吗？他们都已经要走了。那你既然已经这么坚决了，你为什么当时还要答应我说我不去了，然后后来偷偷背着我去？那你想想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宿舍，我不害怕吗？你害怕我不能陪着你吗？打电话打到睡着不行吗？那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心情也不好呀。我自己在寝室，我肯定会很烦躁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去，你不让我去。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做出取舍呀。我有同学要聚会的话，如果有女生很晚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们讲我不去了。你既然选择了跟我在一起，你不应该放弃一些事情吗？我都愿意为你放弃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做出一些放弃呢？对，先不讲道理啊，先把事儿说完。然后呢？后来呢？我怎么发现了吗？他那个朋友就发朋友圈嘛，就发了一个小视频，一不小心又录到了他，就让我发现了。我觉得2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从此你就不信任他了？对，从此只要他不回微信，我就觉得他有他骗你是吧？对，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，但是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坎儿啊。然后我也不能理解他总是对我有很大的挑剔。我们平常出去吃饭，
然后有一次就是他把账给结了，然后后来第2次吃饭，可能我付的钱要比上一次多点，然后他非要把那个多出来的钱给我，就几10块钱，我真的不太理解这种行为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那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那钱都是咱们都是学生，那钱都是大多是父母给，要么或者是干兼职，什么的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咱们作为学生，我觉得分摊这种消费的话，作为男生，是一种很绅士的行为吧。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不应该这样做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回报我。不一定要给我钱，你可以给我买东西啊，送我小礼物都可以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这种做法。你喜欢的礼物不都什么口红、化妆品都很贵，我送你那种便宜的礼物，你又不喜欢。我并不会因为这件礼物它的贵重或者就不喜欢它，我觉得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会很开心。我也其实挺好奇的哈，其实这个习惯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听明白了吗？谈恋爱的时候你请一顿，我回请一顿嘛，这个方式不已经很好了吗？我送他，假如说送他一个300、400块钱的礼物，他知道我喜欢球鞋，他就给我买那种1000把块钱的球鞋，我又觉得他花很多钱，我心疼他，我想要把钱补给他，我补给他以后他又生气，然后我们送礼物。我想给你买什么东西是我的自由吧，我喜欢，我想，我愿意。那我给你钱，你为什么要很难受呢？你为什么非要把这钱给我呢？女生是接受不了，对，女生觉得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这样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最直接、我最不能接受的方式？是这意思吧？他要给我转账，你知道吗？我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这样。我是那种我会想很多的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2个人互相送礼物成了我们2个的负担。我觉得他总是想太多了。哎呀，我原来跟我前男友都没有这种情况。你又我提前男友，你就是忘不了他吧？你是不是跟你前男友现在还有联系？我俩现在只是朋友，是好朋友还是朋友？好朋友吧。那你说你是他是你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跟他聊天？你害怕我知道吗？就那一次。我怎么背着你跟他聊天啊？就那一次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你把手机搁我那儿，你说你去厕所，那刚好一个短信就发过来。我平时也大大咧咧的，也不翻你手机，然后那声音一响，我就看了一眼。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的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，但里面的内容吓了我一跳。里面说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是不是又和你小男朋友出去了？这一看就是你前男友给你发的消息。我俩就很正常的聊天，有什么？那你为什么有时候对我都爱答不理，你要跟他一起聊天？我觉得他够了解我呀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而且我觉得我跟你没有什么话说。我跟你解释。不要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呀！啊，姑娘问问啊，跟前男友为什么分手啊？异地。还怀念是吧？不舍。有些吧。而且我一直觉得还而且呢，傻小子还而且呢啊！你说吧，啊，我就在感觉跟他在和他的这段感情中，我觉得我像是他前男友的一个替代品。他总是会给我讲他跟他前男友以前做的很开心的事情，就让我心里听着就特别不是滋味。就有时候他会说，你看我们2个人，我就喜欢让他命令我，他命令我一些事情我就不用动脑子，然后我又是那种比较体贴的人，我就不喜欢命令他，他总给我一种感觉就像是我应该向他前男友学习啊，我也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，而且有一次去动物园的事情也让我耿耿于怀。去动物园怎么了？你能保证你是真的想去动物园吗？我是的呀。你还说你是，就有一次他跟我讲，他从来没有去过动物园，我很惊讶，我说小女孩没有去过动物园吗？那我想带着去，就是去看看，就一路上都很开心的，很高兴。但是真正到了动物园以后，就他突然就开始闷闷不乐，
心情不好。然后我问他，他说身体不舒服，然后我就也没怎么想太多。然后后来呢，有一次争吵，我们吵架了，他突然跟我说，知道为什么我那一次想要跟你去动物园吗？因为我和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他说我想去动物园，然后前男友说我忙，我不想陪你一起去，就像成了他心中的一个坎儿一样。然后我陪他去，就像我替他前男友完成了一项任务。我觉得我真的无法接受啊，无法接受，为什么不分手啊？分手啊！分手今儿来干嘛？我们他总是以分手的理由来解决我们的争吵啊。那你们俩到底是分了还是没分呢？我们半年分了有5、6次。那现在算分还是算和呢？现在是刚刚和，现在又开始闹矛盾。啊，明白了哈，姑娘，这个刚一提前男友的时候，我看你已经双眼含泪了啊。你是怎么了？是这个眼泪是想起了前男友，还是觉得这小子挺可怜，还是你挺可怜的？你的眼泪是为谁而流啊？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开始这段恋情，然后就是，哎，我直白点问啊，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着那小子？有。啊，但是心里还有前男友是吧？让你们俩做一次选择，你是跟这小子走，还是跟前男友走？跟他吧。为什么是跟他走呢？因为我觉得，那段感情已经结束了，就不要再回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前男友和他可能俩人都走了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一个年轻的姑娘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自己给自己想象和树立，或者叫建立起来的一种所谓情感的一个模式，或者叫一个城市啊。前男友我们没请来啊，不会请来前男友的，我只是举个例子。所以当他说选择你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替你高兴呢，还是该替你们的这个情感悲伤，还是该替这个姑娘悲伤，听一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，好吧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老师，分手吧。一会儿别出来了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妈呀！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。
没有办法处理好两钱关系的情侣是没有办法向前的。两钱，第一就是你们的经济观念，第二就是前任的问题。他心里现在装着别人，你是住不进去的。有问题的时候要向那个男生沟通和请教嘛。你打电话来我不接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话和你说。这些都是他刚才一字不差的讲给我们听的。他为什么和你提分手？就是他刚才讲到的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开始了这段恋情。我觉得姑娘这样啊，我们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的。你跟前男友可能确实非常深爱过，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分开了，你心里还有他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你不能祸害其他人。处理好上面一段感情，才可以开始下面一段感情，是对自己的负责任，是对另一半的公平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男孩子啊？对他公平吗？这样，我非常感谢你的坦诚，因为很多女生即使她是这样想这样做的，但是她不敢承认。你今天在舞台上大大方方的承认了，很好，那么就放彼此一条生路。你也不要出来了，好吗？然后再也不要回来找他。处理好自己前段的感情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。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徐总，我觉得女生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借我们这舞台向前男友表白。我心里依然还有你，对方一定接收到啊。我不相信你前男友现在那段恋情也能健健康康的持续下去，因为他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明知道你们的沟通有些是过界的，而你其实你所有现在的林林总总的纠结，就来自于一个字儿：太贪了。你既贪图前男友能满足你真正喜爱的那种感觉。对面这男孩只能是给你陪伴、照顾，这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。如果你真的想和前男友复合的话，大大方方的去追呀，但前提是先把这段恋情给结了，否则你就是做错的人了。你不要假装自己真的会喜欢上，甚至爱他，不是的，因为他所有的受伤害你都熟视无睹，而真正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他，才是你真正牵挂的人。做人不能这么贪啊，明白吗？爱不爱一个人，那不是你的错。你不爱他，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，以贪婪为出发点的占有，这就是你的错了，好吗？其实男生啊，我从你身上我看不到你被伤害的那种疼。你对这段恋情其实也是看得很轻的。我不相信在半年时间内，经过了4、5次的复合，还伤得不够深。你根本不爱这个女孩，你只是在一起时显示出你占有她的那点权利嘛。所以说，尽快结束你们这段恋情吧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不是恋情，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玩玩闹闹而已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莎娜老师，你俩呀，就是那个话说的叫什么？寂寞的时候才想你，而不是想你的时候才寂寞，都很准确，就是个伴儿。共同度过失恋之后的疗伤期，彼此给彼此慰藉。你，姑娘，不爱前任也不爱现任，前任为什么现在你还跟他联系呢？因为是怀念。现任为什么在一起呢？因为享受那种被关心的感觉，我又可以置之不理。你一定在上一段感情当中是付出型的，对不对？在上一段感情当中，你跟你的前男友，你肯定是追着他跑的。而现在你放不下现在这任男朋友，是因为你没有享受过这种被人追着跑的感觉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最好的选择是放下前任，也放掉现任，重新开始。对男生来说，我觉得也确实是你没有多爱他，
因为一个男人如果真的很深爱一个女人的话，他是坚决容忍不了他心中还装着前男友的。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什么呀？我想要征服，我不服气，凭什么就忘不掉你前男友啊？当你真正的做到在他心里面占满他全部的心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这场游戏也结束了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候的状态和时机都不太对，也就没必要再纠结了，尽早的及时止损，大家各自开始新的生活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有些东西是应该分得清清楚楚，但分得不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你已经给自己的行为下了定语了。当你自己说自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始这段恋情，简直是胡闹，其实你内心是有愧疚。就这种愧疚，不管是对于上一任男友，还是对于眼前的他，其实我更觉得这种愧疚是给自己的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尤其是胡闹那2个字，说的声音特别小，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，但其实那个胡闹你是说给自己听，你也觉得自己上一段没有分得彻彻底底，下面这一段也开始的不是干干净净，你自己对内心是有点苦恼，有这点苦恼，有这点愧疚，说明你是想洁身自好的。但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啊，别说你了，在这样的一段时期，人的确容易迷失自我。其实这样的一段对话，其实应该尽早开始。就比如说今天你说出的那番坦诚的话，应该尽早的在你们俩之间完成，而不用到这儿。你可以跟你的前男友继续谈情，却可以在生活当中与他相伴。爱情和陪伴，最可怕的就是两者分开了，结果到了最后是害人又害己。你说对吧？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感情负责的方式，就是一定要做到陪伴和情感的统一，也是那个古老的话题，灵与肉的统一，一定要是一个人才行。所以你今天既然已经坦白了，你就不要害怕伤害，因为长相以此这样下去的话，其实到最后伤得最重的不是他，也不是那个男生，是你自己。你听明白没有？行了，收起你的眼泪，你差不多就算了啊。我个人的感觉是你没有多么爱他，你要么你就跟他说，如果你跟你的前男友，你觉得你们之间还有可能，我可以暂时退出啊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开始，我也不允许这个爱情当中有丝毫别人的影子。你并不介意这些，你还不照样把它扯到这儿来了吗？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之间陪伴的程度大于感情的程度，而他对于你基本上没有感情，都是陪伴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开开心心的，因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，经历了这么一件事儿，比未来的某一个时间，再有这种感情上的剥离要好得多。这就算成长了嘛。男生也记住啊，以后不要那么纠纠结结的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吧，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们感情不是很深，但是当我们在一起越久的时候，我越觉得对你挺依赖的。但是刚才经过一番交谈，我又想了很多，我觉得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改变的话，改变你以前的一些问题，我想我们也会有一个好结果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，那我也会祝福你，我也会尊重你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也算是比较幸福，我不会后悔有这样一段感情。其实
我也不是对这份感情没有付出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要在一起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金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还特担心，我说别这姑娘一冲动，咱这舞台上有啊，傻不愣登的再跑出来，结果发现哈，又回到了过去那个轨迹里，所以现在这个结果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结果，彼此认清了这段情感，它究竟是什么？只是两个年轻的心在寂寞的时候想互相取一下暖，结果营造出了一场荒唐的闹剧，仅此而已。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跟他在一起这么些年了，我为了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操持，他不但不理解我，还对我百般的挑剔。我这一对有请马先生，4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理发店老板。有请马先生，有请。李女士，4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理发店老板娘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读这个身份介绍的时候就知道哈。开的是夫妻老婆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结婚多少年？结婚19年了。娃有没有？有，18岁了。今天来这儿想干啥呀？我就感觉我们婚姻之间问题太多了。哦，把婚姻的问题说一说，对对，是吧？谁不信任谁呀？他不信任我。为啥呀？因为他事事都问，啥事儿都问。你就是亲戚朋友事儿，我去参加也不行，你啥事儿啥的都得他去做主，就连我同学群里边也得他。家里啥事儿他都不管，都是我一个人管。啊，是啊，就是啥事儿都不闻不问的。啊，咱慢慢说啊。嗯。他说您什么事儿都管，是不是？您给的回答是他什么都啊？为啥呀？就在头几年给别人打工，1个月的工资。拿回半个月，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很不好，日子很苦，有1个月1整月的工资都没拿家来。问他干啥了也不说，就因为那事儿也非常大吵了一架，还在那期间他还要买房子。我不也说了吗？这事儿我以后给你一个答复，肯定得是正事儿，不是说我拿这钱买房子可以，我们俩没有钱，那你自己出去借钱呢？我不是说不同意你买，可以买。你是男人，那你为家你就自己去张罗，自己去办呗。这一口气说了好几件事儿，咱一件一件事儿说好不好？工资没拿回家。对，我问他哪儿去了，他也不说，他就说借给一个姐姐了。那这姐干啥呀？你借给他钱呢？因为你自己没有钱，怎么能去老借给别人钱呢？是，不着急啊。钱我去借给我大姐了，做的公益。主要是咱条件不允许啊。这个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要跟你说了，这事情也做不成。我也不想惹你生气，到以后我告诉你了，不也是我跟你也是这么说的吗？这做完公益之后，这月家里的这支出还有吗？支出还是有的啊，你了解了，1个月一冬天我吃2袋土豆子，什么都不能吃了。这个事儿你献爱心可以，在你的条件允许下呀。啊，听明白了，这是把钱拿去做好事儿了，按您的话说是吧？嗯，这买房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最可气的是买房子了，他让我出去借钱去。那你有能力你自己借呗，我又没拦着你，非得不让你买。这个买房子这事儿不是我家没有那条件吗？我爸我妈也拿不出来，哥兄弟也拿不出这钱。你家条件好，是我有娘家，那你是不能去借呀？非得我自己去借吗？我上你娘家去，当时结婚的时候你家没有一个同意的。我现在好着我面子，谁能借给我钱呢？你去借了吗？我就问你去借了吗？我也不能去借呀。你没去借，怎么能知道不不借给你啊？哪个能借给我？结婚时候也不同意，现在日子过成这样，我再回你们娘去借钱去，也给你丢面子吗？当初为什么嫁给他的时候家人不同意啊？因为他条件不好。那您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？那时候就因为他对我挺好的，什么事都挺关心的。后期我感觉他对谁都挺关心的，不是对我一个人关心。啊，结婚之后就变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这个事儿，我就觉得他无能，老指老婆。所以我们那次吵得很凶，把婚都离了。我俩是离婚没离家。那现在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俩后来又复婚了。房子买了吗？后来？现在买了。哦，现在买了。嗨，那不就过去的事儿都过了吗？他要开饭店，还得让我去给他借钱。啊，这个是离婚之前开饭店，还是复婚以后开饭店？复婚以后开饭店了。复婚以后又开饭店是吧？对，我开的饭店，这回是我自己借。我不支持他，我也不给他借钱。啊。我是找我亲戚朋友借的。最可气的是，我亲戚朋友上我家来吃饭了呢，他还得要钱。人家借给你钱了，上你家饭店吃饭。为了啥呀？不就为了生活能好一点吗？这个来也不要钱，那来也不要钱，日子还怎么过？怎么过？人借给你钱了，上你家吃顿饭来了，你还管人要钱？特别是在东北，东北男人，最起码的面子得给。知道你条件不好，来维持你生意了，就应该要钱呢。要钱有毛病吗？不是，您收您的钱，给他打个折，攒好钱再还给他呀，加利息也行啊。这个开饭店不收钱哪行啊？我们家的钱都是我掌管，但是到月了还是没有钱，不知道钱哪儿去了。那个时间他还是三头两头往那个姐姐家跑。我找这个姐姐，我俩还是做的是公益吗？你做公益谁能了解？说了吗？一个作为一个女人，谁愿意让丈夫三头两头往人家跑啊？不是您做什么公益啊？就是敬老院捐点钱，我都跟你说了是没有多少钱献的爱心，但是咱家的条件也不允许你献那么多爱心呢。人家也比较需要这钱，咱没有这钱咱也能活。我不也跟你说了吗？那次我也把大姐找去了，还有我家亲戚朋友都找去了，不也跟你解释这事儿了？找了你爸妈，找了你父母来逼你才说的吗？要不然你还不说呢？跟你说了，你不更闹吗？你不更不信任我了吗？我还心就理解了呢。但是你不要啥事都瞒着我呀。夫妻之间，我就感觉不是我不信任他，是他也不信任我。啊，毛病我感觉不在我个人，我掌握的大权，但是我1分钱没有。在那期间，他自己还私房2000块钱。这私房钱是早日来的晚，完我就卖点钱我就搁起来了，就藏起来了。我寻思等我俩到结婚纪念日时，我给他个惊喜。日子实在是没有钱了，就是手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才拿出来的他。是我钱都藏哪儿了？他收人那个吧台坐在底下了。好，倒挺会藏哈。对，越危险地方越安全嘛。啊，行。完了，然后呢，我藏这钱，我是寻给你个惊喜，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我拿出来给你买点礼物。你这啥惊喜呀？你这不如说成惊吓了。后期我不也给这钱拿出来了吗？你拿出来是没有钱了，你看家里实在没有钱了，我成天哭上火。这不也不算是私房钱。我要不那样式的，你还不能拿出来呢。我要早拿出，不早也花了吗？这不也算是说应急吗？后来亲戚的钱还上了吗？亲戚的钱都还上了，完然后他又开个理发店，但是我不让他开饭店了，那1分钱没有啊，看不着钱呢。你开个店看不着钱，你说你开它干啥呀？那这个亲戚的钱是怎么还的呢？就是他说他还上了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偷摸攒的还是怎么还的。那您家这钱不是您管吗？对呀，我管的，我管的都是买菜了、买米了、买这些个饭店用品了、支出了，我花的都是这个钱支出啊。哦，就是表面上说是您管钱，对，其实钱都捏在您手里是吧？我就是饭店收点钱，经济大权还是在人这儿。您这爱心做好事儿捐了多少钱呀？1万左右块钱吧。啊，倒也不是特别。那没有多少钱，关键我们没有钱呢。啊。我们俩过日子1分钱都没有，总是借钱还急还，而且是有时候根本都没到月就得借了。啊，这个现在等于饭店不开了，开理发店了。对，我自己学了个美发，我又开了个美发店，生意一般还算可以。头几年是租的，现在我把那房子。我买了，还是有外债。你有外债都是我自己去借的，都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自己借。你自从开这发廊以后，我在家的地位不就没有了吗？我成天搁家就是吃闲饭的了。我说我出外头打工，你吃闲饭，家里能干点啥你就干点啥呗。我这头毛巾呢，去扫地，
客人走了，你咋不吱一声呢？你说我这边投毛巾呢，我还能回头看看他客人走没走？那你不得挑点主要的吗？那你客人走了，你连声都不吱，下次谁还愿意上你家剪头啊？那不是就是我没吱声啊，你下次告诉我也行啊，你也不能搁家就这么跟我说话呀，一天跟我说话呜囔喊叫的，就我家里边拿点零花钱他都知道，他把硬币放那儿，一个正面一个反面，等我拿完钱了呢，我拿的是零钱，等我拿完零钱以后呢，回去他告诉我动他钱了。我说你咋知道呢？他说把一个硬币一个反面一个正面放这嘎子了，你肯定是动了。你都心眼那么多，我不也得留点心眼了吗？那你拿我搁家不当贼了吗？我没把你当贼，我就是寻思我把钱有个记号，我看你到底又拿没拿我钱。我拿的是零钱。剪头本来就已经够便宜的了，10块8块的，他还在那献爱心呢。有的老头老太来剪头，根本都不要钱，有时候给一个1块2块的，有时候老头老太太其实不是没有钱。来了大包小包的，又拎苹果，又拎酒的，又拎香烟的，我就说了，我说的该要钱你就要钱呗，为啥到你这啥钱都没有？80多岁了，到这绞个头你就出个手艺，垫字能有多少钱？那么多老头啥的，我都剃完头了，我说大爷你不用给了，扔1块钱得了。他搁那边炸了孬去了啊，这绞头你还能不要钱？怎么地的？人老头也抹不开，你说当时我就总想到我这个家没有钱，我就寻思我攒1分是1分。因为我出力了，我也剪头了，你就应该付给我钱。老头80多岁他没有钱，咱有钱时候咱搁年轻时候再挣年轻人的钱。老头他绞完头的话，他走他的，你何必这么呵护？你觉得这样觉得这样有劲吗？还行吧。所以媳妇儿就改成老姨了，是吧？我俩就是始终就这么多年就这么叫习惯了，因为他我不习惯，我事都他管。不是，人家说人家不习惯呀。不习惯，你也没跟我说过你不习惯呢。事都你管，我以为老姨这么叫着比较。你们家的事儿到底谁管啊？事都他管。就是明天没米下锅了，都得我去张罗。那可不一定。自然开了发廊以后，家里边的所有的事情，洗衣做饭，不都是我做吗？你做过吗？在家我不在家在发廊我不就是个保姆吗？我感觉挺累。你觉着累，我还觉着委屈呢。这么多年跟你过的苦日子，到头来你嫌弃我。我不是嫌弃你，而是说你不让我，你一点信任感也不给我。不是，您希望怎么样？这日子就好了。我希望他对我别那么太严管着，让我有点自由空间。自由是吧？对，听明白了。你现在没听吗？以前日子过穷时候，我管他，他没觉得这么多牢骚啊。现在这牢骚越来越多了，我也受不了啊。哦，就说过去也是这么管，他没意见。孩子这么大了，婚姻还得继续维持。但是我听他今天这个样子，我真的还得考虑了。这次是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，我就感觉我这压力太大，就给你松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寻思看各位老师能给我什么好的意见。
啊，行，就是现在他在家里创造的价值和您请一个小工到发廊来，哪个合适啊？咱就纯从商业说啊。差不多少。差不多少。那您还是请个小工回来吧。啊，您这出去挣钱一个月能挣多少啊？现在5、6千、6、7千。拿回家能拿多少啊？就是这种情况就都给他吧。什么叫这种情况就都给他呀？我看明白了这事儿。看明白什么呀？他想离开我。你们夫妻俩都把对方往外推哈。女的说是你嫌弃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男的说你看你是想离开我，这是我问人家的。那你还想在发廊干吗？还是在发廊干吧，在他刚才不是说不在发廊干吗？我在他这么坚决下，我说还在发廊干吧。人家可没坚决。最起码我能给他做口饭吃，我还是比较爱他的。最起码我厨师啊，做他自己可口的。发廊比较辛苦嘛，这不是？今天来是想做一些改变，理解的对吗？对。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把钱拿去做公益的男人，让家里的媳妇儿吃了亏呢，受了委屈。后来发现不是啊，好像跟公益还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开饭店藏私房钱，工资发了不知道去处去哪儿了，随口就说我一做公益了，家里也见不到钱。一个家里需要男人做顶梁柱的时候，做点事儿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嘛。或者推给妻子嘛？那你为这家做了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我也挣钱也养家呀。我也做公益时，我那个大姐我也领她去见着过那大姐。所以这个不是重点。他什么都觉着我不对，就是在家里我们俩一起干活，有时候我也说，我说现在你成给我打工的了，那也不愿意，也生气，那不就开玩笑吗？所以10几年的婚姻有这么一个孩子，现在等于又共同在一起。维持一个买卖，怎么把这个关系做一些调整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野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老师。来，曲总，其实你们的内在是一致的，骨子里你其实是认可他的一些行为，只不过经济不允许啊。但是他不操持这个家，他怎么知道操持家的苦呢？所以说明明你就。
在自己的肚子里，你不会告诉他，那他当然就觉得，啊，你也没说呀，我不知道你苦啊，你过得挺好的呀。你要告诉他，现在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条件。如果你不说，他永远不懂，好吗？好吧，祝你们能够过得幸福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你解释一件事情啊。刚刚左老师问你，说你为什么不多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妻子，却老是去帮助外人？你当初的回答是这样说的，你说那些人比他更需要帮助，他是你的谁？我的老婆。别人是你的谁？别人是我的不认识的人。帮助他是不是你的本分？是。帮助别人是不是你的情分？对。哪个是必须要做的，哪个是可做可不做的？媳妇儿这方面是可做的。所以你那句话还对吗？不对。你挣足了面子了，事儿全让人家给干了，苦让人家给咽了，你这不叫吃里扒外，胳膊肘往外拐吗？你是在图面子，图好看，你说呢？这个，但我没那么想，反正你如果真的要帮助别人，暂且不说你是不是损害家庭的利益，你要把这个钱帮在刀刃上，你去捐助希望小学呀。所以我说你啊，你是一个逻辑有问题，你认不清楚什么叫本分，什么叫情分，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，什么是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，你搞清楚自己的状况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亏你还说得出口，说你很老姨，一个女人跟了你这么久，老成这样，这难道是你的光荣啊？这说明你大老爷们儿没本事啊！你觉得自己有面子吗？是你今天把自己弄得在他心目当中没有价值。他为什么会堂而皇之的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称呼你为老姨，用种种话去刺伤你啊？因为你皮实。当他说出那句话，说别人比你更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那话就像什么？就别人比你更金贵，别人比你更值得我关注，包括那个大姐。你每天说完以后，骂完以后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又把他的烂摊子都收拾了，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在他心目当中，你的话语会有分量吗？不会有的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索性你也别说了，你也别闹了，你就拿出1、2套办法。第一 ，AA 制，我挣的钱我花，我管，家里所有的开销彼此分摊，我出一半，你出一半，你也别跟我打工了，你出去干去。好吃不过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妻。我告诉你，男人，你要不你胆敢你试一试。等哪天你1分钱都没有了，看有哪些人来帮助你，待会儿给你老婆赔礼道歉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们俩要在一起过，就得把日子过好喽。面子是这么要的，不是那么秀来的。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希望你给我点自由，给我点信任，给我点别这么太大压力。我还想让你多关心关心这个家呢。我为了这个家，我容易吗？就从你现在这个说法，咱俩都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压力太大了，你给我点时间不行？你总觉得你压力大，我还觉得这么多年我多委屈了呢。我不也委屈吗？你有啥委屈？为这家付出啥了？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。10几年的日子都过下来，还不认呢，还在这儿掰扯自己的理呢。行了，你们俩回去吧，谢谢2位啊。都那么辛苦，家应该是蒸蒸日上的，对吧？
这家怎么日子越过越往下出溜了呢？要不然就是苦的方向不对，要不然就是真没合力在一起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哎呀，你要想跟他过，就把那眼泪收拾起来，你笑对他。他天天看着一张那个我好苦的脸，他是觉得有压力啊，怎么回事儿？来，有请小话筒，有请。好，谢谢。对面是你老姨不？不是，叫老姨，不叫。那是谁呀？老婆。我们来见证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从今以后我对你好。对不？对不？来，请亮灯吧。来，好好用这面膜啊，别再哭了，笑对生活。最后给一个建议给您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关注的是他，对吗？对。你老习惯性的瞄我干嘛呀？所以你以后过日子，以后改一个习惯，就是所有的想法，第一想法是先回到咱们这小家，然后再把那个触角往外放，好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别哭了。如果从今天开始真的老姨变老婆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儿。通过今天老师对他们的点评，可以让他们找到一些生活的方向，幸福起来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她跟她老公离婚了，离婚不到半个月又找了一个，可她不爱那个男的，又跟前夫藕断丝连，工作也不找，总住她爸妈那儿，都30岁了还这样。之前我跟她说过好多次去找个班上，她已经半年没有上班了，而且去年上班收入也不高，今年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2个月，又跟前夫在一起，在一起1个月又分了，又跟男朋友在一起，但是她一想起前夫，整个人就变了。我发现她有很大的心理疾病，我劝她去工作，她就去找了，要么嫌工作地儿远，要么嫌上班时间长。她是没有花我的钱，可我不想看到她这样堕落下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建议啊，你的朋友应该及时找一个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咨询，而且他要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否则的话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。祝你的朋友幸福吧。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236063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